夫人不必担心，看着不像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一个随从都没带，打扮的更是有些……走吧。江夫人，臣妇参见公主殿下。不知道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，微服出访，夫人不必拘礼。我是来找宁宁的。哦。殿下怎么突然出宫了？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啊！二哥的婚事扯出那么多糟心的事儿，母后现在又不让你们进宫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闷得慌，便向母后央了1天的假，出宫来玩。殿下难得出来，那我今日就当一回殿下的向导，带你好好玩一番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带银子，今日吃定你了。这里果然有京城最美的景色，怪不得燕林以前总跟我吹嘘，原来宫外竟这般精彩。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困在牢笼之中，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，可一入宫门才发现，竟是此生难回。是啊，谁不愿意离开那儿呢？只可惜燕林有的选择，而我……殿下。往日你瞧着我开心，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样子。宁宁，一开始你也同他们一样，觉得我就是个爱繁华热闹、娇气跋扈的公主吧？其实我知道，我呢脾气不好，学识不好，旁人敬我畏我，但不会与我交心。只有你和燕林会同我说些真心话。如今燕林走了，二哥就快选妃成婚，阿叔又弄成这样，母后与皇兄之间也是暗流涌动。我原以为我只要这样快活下去，这些事都能与我无关，可惜啊。人生在世，自然各有各的责任。殿下生而高贵，免受寻常人家饥寒之苦，又能成日与亲人相伴，还结交过许多朋友。虽有这些烦恼，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了。幸运吗？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生在帝王家，我也想离开皇宫，去寻那海阔天空。殿下，你今日究竟怎么了？可是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才没有呢，这不是与你闲聊吗？等日后有机会，我让皇兄下旨，准了你我出去游山玩水，蜀中、金陵，还有那南面海上，我们都要一同去看看。那可一定要叫上燕林。对，到那时候，燕林一定已经成为大将军，配宝剑，穿金甲，护送你我二人离开京城，一辈子也不回来。好。殿下，是时候该回宫了。不是准了我1日吗？怎么时辰还未到呢？天色已暗，圣上与太后娘娘都在担忧殿下的安危。若殿下还想再待一会儿，我等在此护卫殿下周全。不必了，我这就跟你们回去。是。宁宁，我先回去了。最近宫里事多，你便不要入宫来了。
殿下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一切安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。这。公主今日好像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怎么了？我们方才听长卓说什么？他说听到消息，大悦城国术提议联姻，圣上在考虑和亲之事。难怪他今日，可是为什么又提前了？什么又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入宫一趟。哎，姑娘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宫里这个时辰早就落月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大约和亲，他会死。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疆域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不能据大悦与关外。现如今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推出个女儿家，
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帆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，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哎，启帆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来，人多眼杂啊！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霄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儿叫他翁启帆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，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啊？事情之中，1、2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；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我找你来，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我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行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？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宁儿那边怎么样？任姑娘大气，豪掷几万两，连眼睛都没带眨一下的。她为了救公主啊，真是什么都舍得出去啊。先生，外面周云之求见。周云之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谁啊？是个姓武卫。姓武卫？不是，来找你干嘛呀？他来自然有来的道理。周银之见过谢大人。周大人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因为几次相助于二姑娘，在国公那边已经是受到猜忌了。我现在在姓魏这，上上下下都受到限制，
所以今夜特地前来想请教谢大人，银枝往后究竟该如何行事，还望您给指条明路啊。我曾听闻，这定国公在京城附近养了一些未登记在册的新武卫，刑部最近也一直在追查此案。若周大人真有心弃暗投明，不如先细心寻找一些证据，届时我上报圣上，一定不会忘了周大人您的功劳。谢大人的意思，银枝明白了。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群的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芷衣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！皇儿你，来人！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群的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你把新武卫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，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，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
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。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。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。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棋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棋子。阿叔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丫鬟不是说他昨日入宫去了吗？他有所宫中，侍奉太后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我看不必为他担心。只是他这一次不顾我的命令，擅自出门。等他回来以后，必须家法伺候。王公公，恭喜国公爷了！何事恭喜啊？令爱昨夜留宿御书房，今晨已被封为贤妃娘娘，圣上命我来传旨，可不得恭喜国公吗？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谁让他来的？滚出去！母后息怒。是啊，您可别为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后妃每日给娘娘请安是公规，既然您今日心情不佳，那臣妾明日再来。臣妾告退。阿叔，公主有话要同本宫说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我做了什么？不知廉耻，自荐枕席。公主不妨问问自己，我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？我何时逼过你？没有逼我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可在你心里，我却不如一个江雪宁。我与临淄王天生一对，可他却爱上了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江雪慧。他不愿娶我之时，你在哪里？我被薛家视为弃子之时，公主殿下，你又在哪里？而今大月来犯，该去和亲的人是你，又凭何要我代替你去？所以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？你与我论对错，
公主未曾尝过一切都失去的滋味，等到了那一时，便会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我一样选择。这世上只有胜败，没有对错。